今天我们来聊聊胆固醇和血管硬化。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的健康隐患悄悄累积，其中之一就是血管慢慢生锈变硬了。医学调查显示，中老年人群中有将近一半存在胆固醇偏高的问题。更可怕的是，高胆固醇往往没有明显症状，被称作无声杀手，常常等到动脉硬化形成，甚至诱发心血管意外时才被发现，为时已晚。当血管壁逐渐硬化失去弹性，就好比家里水管内壁结了一层厚厚的水垢，血液通过时阻力变大，血压跟着升高不说，还可能哪天那些水垢突然脱落，堵在心脏或脑部细小的管道中，引发致命的心肌梗塞或脑中风。那么血管里的水垢从何而来呢？罪魁祸首之一就是高胆固醇在作怪。胆固醇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它其实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质，我们的细胞膜、荷尔蒙、合成都离不开它，所以胆固醇本身并不等于毒药。然而它就像一对双胞胎兄弟，有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之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好的，会帮忙把多余的胆固醇从血管运回肝脏处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则是坏的，浓度过高时就会在血管壁上沉积，形成所谓的粥样硬化斑块。久而久之，坏胆固醇越积越多，斑块越长越厚，血管就会渐渐变窄变硬，埋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且胆固醇过高对身体的伤害不止于此，还可能带来一系列隐患，比如胆固醇堆积在肝脏会导致脂肪肝，在胆汁中过剩则容易形成胆结石。甚至有研究发现，高胆固醇会影响骨骼的新陈代谢，加速骨质疏松。另外，血液胆固醇太高还可能和牙周炎等慢性感染有关。可见胆固醇一旦超标，全身上下都可能跟着遭殃。因此医生常叮嘱我们要定期检查血脂，其中重点关注的指标就是坏胆固醇 LDL。 如果 LDL 数值居高不下，就意味着血管正面临威胁。许多人或许暂时没有感觉异常，但血管问题往往潜伏多年才突然发作，到那时再后悔就晚了。我的邻居王伯伯就是一个真实例子。他今年62岁，身体一向不错，就是平时特别馋嘴，对美食来者不拒。早餐他爱来份培根煎蛋配牛奶吐司，午餐和晚餐不是红烧肉就是炖猪脚，饭后甜点冰淇淋更是少不了。早在几年前体检，医生就警告他胆固醇有点高，要控制饮食，但他总觉得自己身体硬朗没问题，依旧我行我素。结果前年秋天，他突然心口剧痛送医，诊断是急性心肌梗塞，血管堵了将近90%，好在及时装了支架，捡回一命。事后他懊悔不已，逢人就说早知道就听医生的话，少吃一点。像王伯伯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给我们所有人都敲响了警钟。预防血管硬化，一定要管住嘴，千万别等到血管堵塞了才追悔莫及。也有人不以为然地问，以前的老一辈常年吃肥肉和猪油，也没见个个血管堵塞啊，难道现在的人太娇气，小题大做了吗？其实不然，我们不能拿现代人和过去的人直接类比。首先，以前的人从事体力劳动多，热量消耗大，就算吃进较多油脂胆固醇，也有更多机会将其代谢掉。现代人大多久坐少动，更容易让胆固醇留在血管作怪。其次，过去物质条件有限，大鱼大肉并非想吃就能天天吃，很多劳苦大众的总体饮食其实没有如今富裕社会这么油腻丰盛。还有一点常被忽略，医疗统计的差异。过去医疗条件落后，许多由高胆固醇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未被诊断出来，不少老一辈人口中的中风暴毙，很可能就是高血脂动脉硬化导致的触发疾病。现在医学进步了，我们更清楚胆固醇过高的危害，自然要提前干预，慎重对待。总之，别拿老黄历当借口，现代生活条件不同，更需要主动管理好胆固醇，才能健康长寿。坏胆固醇主要从哪来呢？一部分是我们自己肝脏制造的，另一部分就是吃出来的。研究显示，我们体内的胆固醇大约有2到3成来自日常饮食。如果长期大鱼大肉，无肉不欢，把过多肥甘厚味吃进肚里，时间一长，血液中的坏胆固醇浓度难免节节攀升。营养专家建议，
健康成年人每日从食物摄取的胆固醇不宜超过300毫克，如果已患心血管疾病，则最好控制在200毫克以下。然而很多人对这个数字没概念，一不小心就超标。举例来说，一份培根煎蛋配一杯全脂牛奶的早餐，胆固醇含量可能就有200-300毫克。中午再来块炸鸡或红烧肉，晚上吃些海鲜，喝碗浓汤，那整天摄入的胆固醇总量轻轻松松破千。由此可见，如果不特别注意，我们3餐之中很可能在无形中就超出了胆固醇的安全范围。那么哪些食物最容易让我们胆固醇爆表呢？以下就让我们按照罪恶值由低到高逐一盘点。第6名可能让不少人感到意外，因为它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天天都可能吃到的鸡蛋。提到高胆固醇食物，很多人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蛋黄。确实，一颗普通鸡蛋含有将近200毫克的胆固醇，可以说胆固醇含量不低。但鸡蛋的情况比较特殊，它虽然富含胆固醇，却同时也富含卵磷脂。卵磷脂有个本领，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胆固醇和脂肪附着在血管壁上。因此，从营养角度看，鸡蛋算是一个有功有过的双面人。对于一般健康成人来说，每天吃1颗蛋其实问题不大，因为除了胆固醇，鸡蛋还提供优质蛋白和多种营养。如果完全因为怕胆固醇而不敢吃蛋，反而可能错失很多营养哦。但话说回来，如果您已经诊断有高胆固醇血症或动脉硬化，医生通常会建议您严格控制蛋黄的摄入，1周吃3到4颗蛋黄就差不多了，免得摄入过多胆固醇，让血脂雪上加霜。值得一提的是，鸡蛋之外，鸭蛋、鹌鹑蛋等其他蛋类的胆固醇含量也不容小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一颗鸭蛋的胆固醇含量大约比鸡蛋高出1半左右，因此不管哪种蛋都要适量为宜。其实营养学界对鸡蛋的态度曾经出现过有趣的转变。一开始大家闻胆固醇色变，把蛋黄视为高血脂的大敌。后来有研究发现，每日摄取1-2颗蛋对大多数人影响不大，于是有段时间流行起鸡蛋无罪论，有人宣称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蛋黄。然而最新的大规模统计又一次给视蛋如命者泼了冷水，每天吃超过2颗蛋的人，长期下来心血管疾病风险确实比一般人更高。可见凡事过犹不及，一味贪吃终究要付出代价。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鸡蛋营养丰富，但不宜无节制，每天1颗足矣。即使再喜欢，也千万别把鸡蛋当水喝，一天3-5个往肚子塞。说到底，任何食物都一样，再好的东西超量了也会变坏，这句老话永远不会错。第5名就是许多人早餐爱不释手的奶油和高脂乳制品。这一类食物本身的胆固醇含量未必像动物内脏那样动辄几百上千毫克，但可怕之处在于它们富含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会促使肝脏合成更多坏胆固醇。拿黄油，也就是奶油来说，抹在面包上香气浓郁，可里头的饱和脂肪却会在不知不觉中推高你的血中坏胆固醇。而人造奶油，也就是麦淇淋呢，则是用植物油经氢化处理制成的固态油，其中充斥的反式脂肪对心血管的危害更胜天然奶油，因为它不仅会提升坏胆固醇，还会降低好胆固醇，可谓双面夹击。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已呼吁各国在2023年前立法逐步淘汰食品中的工业反式脂肪，可见人造奶油这类东西对健康的威胁之大。除了这些直接涂抹用的奶油、人造奶油，日常生活中像全脂牛奶、起司，也就是乳酪、鲜奶油、冰淇淋这些高脂乳制品也都属于同一类问题食物。它们的共同点是脂肪比例高，吃多了很容易让体内的坏胆固醇飙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中老年人开始重视补钙后，养成每天喝牛奶的习惯。这本来是件好事，但如果选择的是全脂牛奶，就要留意其中隐藏的风险。每一杯全脂牛奶都含有不低的脂肪和胆固醇，长期大量饮用下来，反而可能对血管不利。因此，建议中老年人在摄取乳制品时，尽量选择低脂或脱脂的牛奶、优酪乳等，既能补充钙质和蛋白，又比较不会摄入过量的胆固醇。至于那些爱吃蛋糕、面包的朋友，
也请留意配料表中的反式脂肪含量，很多酥皮点心、饼干、蛋挞都是用氢化油制成，藏着你看不见的健康威胁，还是少吃为妙。另外，很多即溶奶茶、3合1咖啡里的植脂末奶精也是反式脂肪重灾区，千万别因为没有动物奶油的成分就掉以轻心。顺带一提，不仅奶制品要节制，猪油这类动物油脂也是同样道理。许多传统菜肴用猪油爆香，味道固然迷人，但猪油里的饱和脂肪含量比黄油更高，同样会刺激肝脏制造胆固醇。随着健康意识提高，现在不少家庭已改用植物油代替猪油，这是个正确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纯植物来源的油脂，如椰子油，虽然本身不含胆固醇，但饱和脂肪极高，过量摄取同样会使坏胆固醇上升，也需节制。如果您还舍不得奶油和猪油的香醇，不妨试试用橄榄油、芥花油等较健康的油脂来烹调，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减少坏胆固醇的威胁。第4名偏偏就是很多长辈深信不疑的滋补圣品骨头汤。骨头熬出的汤表面常常浮着厚厚一层油花，这正是来自骨髓和骨脂的脂肪。长时间熬煮会让骨头中的脂肪和胆固醇大量溶出，一锅浓白的高汤其实就是满满的油脂精华。别以为汤色越白代表钙越多，那往往是错觉。真正的钙质大多还留在骨头里，喝下肚的汤反而提供了惊人的热量和脂肪。经常喝这样的高脂骨汤，不仅补不了钙，还可能让您的血清胆固醇节节攀高。有的人长期每天喝大骨汤，结果身子没补壮，血脂倒先飙了上去。这就是为什么骨头汤会榜上有名。特别是对已经高血脂或动脉硬化的人，更要远离这种补身浓汤，否则等于是给血管壁添砖加瓦，加速那层危险水垢的形成。咱们爱喝汤的朋友也不用太沮丧，其实选择清淡的蔬菜豆腐汤、瘦肉鱼片汤，同样能暖胃滋补，而且不会灌入过多油脂。说到补钙，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一碗熬透的骨头汤所含的钙可能还不到50毫克，却伴随大量脂肪，而一杯牛奶含有200-300毫克钙，胆固醇几乎为0，可见指望喝骨头汤补钙是得不偿失的。在一些地方，产妇坐月子时，长辈喜欢炖猪脚骨头汤给新妈妈补身，结果不少新手妈妈月子里营养过剩，不仅体重飙升，血脂和胆固醇也跟着一路上扬。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其实产后需要补充营养，但完全可以用鱼汤、奶类、豆制品等更健康的蛋白质和钙质来源来代替高脂肪的骨头汤。总之，骨头熬出的油汤还是少喝为妙，别让一碗碗热汤悄悄变成伤害血管的慢性毒药。第3名，或许您说，我平时饮食很清淡，也不爱喝什么浓汤，更不碰奶油蛋糕，那我总能放心大胆吃海鲜吧。毕竟海鲜富含蛋白质，而且大多属于白肉，理论上应该比红肉健康。然而事实再次出人意料，海鲜中有些品种的胆固醇含量高得吓人。典型例子就是某些甲壳类和头足类海产品，因此它们光荣地成为高胆固醇排行榜的第3名。比如许多人爱吃的对虾和螃蟹，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吃完一盘鲜虾，碟子里往往留下一汪橘红色的油，那就是虾头里的虾黄。别小看这些浓缩的虾黄、蟹黄，里头可是满满的胆固醇。螃蟹的蟹黄、虾的头部、内脏、龙虾的虾膏，统统是胆固醇大户，一口2口解馋无妨。但如果特别爱啃虾头、笋蟹黄，误以为那才是海鲜的精华，不知不觉就把大量胆固醇送进血管里去了。除了甲壳类，另一些软体海产，例如墨鱼，也叫花枝和鱿鱼，其实胆固醇含量也不低。很多人觉得鱿鱼热量低又美味，当作零食或下酒菜常常来一盘。殊不知每100克鱿鱼的胆固醇含量高达200-300毫克，和猪大肠等红肉内脏不相上下。如果是油炸鱿鱼干、鱿鱼丝等加工品，那含油量更高，对胆固醇的影响也是双倍叠加。不仅如此，不少中老年人还喜欢用干贝、虾米、鱿鱼干等海味干货来煲汤或炒菜提鲜。由于脱水浓缩，干货单位重量的胆固醇比新鲜海鲜更惊人。有资料指出，
紫菜这种藻类干品，每100克所含的胆固醇甚至超过猪肝。虽然紫菜本身不含胆固醇，但可能在加工运输中沾上了来自海洋生物的胆固醇。不管这说法是否精确，都提醒我们，连紫菜都有这样的潜在问题，更何况真正的干货海鲜呢？因此，喜爱海味的朋友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尤其是虾黄、蟹黄、鱿鱼、花枝这类高胆固醇的海鲜，还是浅尝即止为妙，千万不要顿顿大鱼大虾，吃遍海底。如果实在嘴馋，建议尽量选择鱼肉、虾仁这些相对低胆固醇的部位，烹调时也少用油炸，多采用清蒸水煮的方式，对健康比较有保障。另外，有些贝类如牡蛎、鲻梨等胆固醇含量也不算低，但相对虾蟹稍好一些。无论如何，海鲜佳肴虽好，也要适可而止，切勿每餐每顿都大鱼大肉，把坏胆固醇养得越来越嚣张。吃太多了一样会让坏胆固醇找上门，到头来苦的可是您的血管啊。第2名可以说是内脏大集合，各种动物内脏。中国人的餐桌文化里，动物内脏一直占有特殊地位。很多人笃信以形补形的理念，比如吃猪肝补肝，吃猪肾补肾，甚至有人连猪脑都拿来煮汤，说是能健脑。客观来讲，内脏的确富含营养，例如猪肝中有大量维生素 A 和铁，猪肾富含优质蛋白，猪脑也含有丰富卵磷脂。然而，内脏同时也是胆固醇的超级富集地，几乎所有常见的可食用内脏，其胆固醇含量都高得惊人。以猪肝为例，每100克猪肝含有约300毫克胆固醇，接近1颗鸡蛋的2倍。而有些内脏更夸张，比如猪脑，每100克的胆固醇含量可以逼近2000毫克。换句话说，一小碗猪脑汤就可能让您摄入好几天份的胆固醇。难怪有人戏称猪脑是当之无愧的胆固醇炸弹。除了猪脑，像猪大肠、猪心、腰花，也就是猪肾、猪肺等等，也都不遑多让。也许您说，我平时不怎么吃这些奇奇怪怪的部位啊，可别忘了，许多传统菜肴里都有他们的身影。比方说，宵夜摊上的炒猪肝、卤大肠，火锅里的毛肚、腰花，还有营养菜单里的猪肝泥等等。如果您特别爱这一口，长期吃下来，胆固醇自然积少成多。更糟的是，内脏类食品往往还富含嘌呤，吃多了容易导致高尿酸含痛风。高胆固醇加上高尿酸，对心血管的打击可不是1+1那么简单，而是双倍的风险叠加。现代医学并不提倡通过吃动物内脏来进补，因为得不偿失。缺铁可以靠瘦肉和深绿蔬菜来补，没必要非吃猪肝不可。想健脑也请多用脑，多摄取均衡营养，而不是幻想靠吃猪脑提高记忆力。中老年朋友为了健康着想，实在要管住自己的嘴，少碰内脏这些带毒的美味。偶尔解馋可以，但绝不能经常当补品，大吃特吃。别忘了，您以为在补身，其实很可能是在伤身。内脏类食物尝个鲜无妨，但千万别天天当补品吃，否则补坏了身子，可就后悔莫及。第1名可以说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它就是猪蹄。很多人一听猪蹄上榜，可能有点发懵。猪蹄没错，就是那块胶质满满、入口 Q 弹的猪脚。它在不少吃货心中可是美食一绝，譬如经典的老醋猪脚、花生炖猪蹄，都是令人垂涎3尺的传统佳肴。而且民间还流传吃猪蹄美容的说法，因为猪蹄富含胶原蛋白，被认为能让皮肤更有弹性。然而猪蹄虽好，却藏着令人瞠目结舌的胆固醇含量。据统计，猪蹄的胆固醇含量居然是鸡蛋的10多倍。前面说一颗鸡蛋大约200毫克胆固醇，那么一只中等大小的猪蹄可能高达2-3千毫克以上，称它一声胆固醇之王毫不为过。想象一下，如果一餐吃下一整只红烧猪蹄，等于吞下10几颗鸡蛋的胆固醇量，您的血管作何感想？恐怕他们要大喊吃不消了。猪蹄之所以胆固醇爆表，一方面因为它本身就属于动物的皮下脂肪组织，胆固醇天然含量丰富。另一方面，很多人炖猪蹄喜欢连汤带肉一起吃，猪皮和肥油熬出的浓汁全进了肚子，
更是让胆固醇无处遁逃。有人也许以为猪蹄肉少，大部分是筋和胶原，脂肪应该不多吧？事实恰恰相反，胶原蛋白再多也无法改变猪蹄富含油脂的真相，而且吃太多油脂还会让人发胖，进一步加重心脏的负担。试问皮肤光滑又如何？当血管因为贪吃猪蹄而提前老化、变硬、变窄，心脉随时可能出大问题，那就真是得不偿失了。有些老饕甚至3天2头就要来一盘猪脚冻或一锅花生猪蹄汤，把猪蹄奉为养颜圣品。长此以往，皮肤未见得年轻多少，但血管保证先变老，这样的爱美可真是适得其反啊！所以啊，中老年朋友们即使再爱猪蹄这一口，也务必要节制，千万别心疼那瞬间的满足，却让自己的血管去承受几倍数老化的痛苦。一句话，猪蹄还是浅尝即止，想靠它美容养生并不现实，反而可能因小失大。回顾整个榜单，从日常的鸡蛋、奶油，到滋补的浓汤、鲜美的海鲜，再到风味独特的内脏和猪蹄，无一不是许多人钟爱的美食。然而，也正因为它们美味又常见，更容易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摄入过量的胆固醇。以上6大高胆固醇美食，您中招了几样呢？也许您或者您家人平时也特别爱吃其中的某几样，一边享受美味，一边又担心体检时血脂报告不理想。古语有云，病从口入，高胆固醇带来的疾病，很大程度上就是吃出来的。我们的血管健康可以说掌握在自己的筷子上，正如老话说的，好东西也不能贪吃，掌握分寸最重要。如果您发现自己的饮食清单里这些高胆固醇食物出现的有点频繁，那么现在就是调整的好时机。为了让我们宝贵的血管多用几十年，就得舍弃一些舌尖上的短暂愉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上述美食从此完全禁止入口，而是提醒您一定要大幅降低摄取它们的频率和分量，把危害降到最低。记住，与其饭后懊悔，不如餐前节制，偶尔浅尝即可，千万别毫无顾忌的大吃特吃。别忘了定期监测自己的血脂指标，适当减重对降低胆固醇也有帮助。现代研究认为，像地中海式饮食那样，多吃蔬果、鱼类、橄榄油，少吃红肉和动物油脂，是维持血管健康的最佳途径之一。总之，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早做预防，胜过事后治疗。要知道，我们的血管就像生命的河流，只有畅通无阻，身体各个器官才能得到滋养。一旦淤塞断流，后果将不堪设想。美食带来的满足虽然迷人，但健康平安才是更长远的幸福。我们都应该做出明智的选择，远离高胆固醇的陷阱，守护好自己的血管。相信只要管住嘴，迈开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都能健健康康，让血管畅通无阻，享受长长久久的幸福人生。此外，某些天然成分如红曲、纳豆红曲菌、植物固醇、Omega-3 鱼油等，研究显示对降低坏胆固醇有一定帮助，因此市面上也有相关的保健食品。不过，任何补充剂都只能作为辅助手段，真正要把胆固醇控制好，还得靠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